Hello， 大家好，我是店家阿博。5月10日时，大家期待已久的英雄联盟 MSI 正式打响。T1 和RNG在首日比赛均取得胜利。RNG 首战是以22分钟碾压取胜的方式击败了 IW， 比赛内容干净利落。LPL 观众对于 RNG 的状态也是非常满意，但没想到在赢了比赛之后，却招来了质疑。众多 LCK 水友对 RNG 线上参赛的方式表达了诸多不满，国外论坛却直接炸了。有大量观众认为比赛不公平。虽然能够预料到 RNG 远程线上参赛会出现一定的节奏，但是没想到节奏会来得这样快，这样密集。而拳头方面自然也经受到了不小的舆论压力，因为这次 RNG 是以线上赛的方式打比赛，所以很多地方都与现场不同。这次大家争论的问题主要在摄像头和耳机上面。RNG 战队本场比赛开始之前，官方给到了 RNG 基地的镜头，镜头里面 RNG 的训练室装修了一下，铺上了 MSI 的海报。离镜头最近的是 Bin， 换了新发型，被观众吐槽。但是国外观众注意的点在其他地方。首先是 RNG 的耳机， RNG 有几个选手戴着头戴式耳机，而有的选手戴的是线装耳机。 DK 前上单 Flame 对此表示不满，认为所有的国际比赛都应该佩戴头戴式耳机。佩戴头戴耳机的目标是为了播放白噪音，消除外部噪音。结果 RNG 没有裁判，没有选手比赛镜头，头戴式耳机也没有配全，这样很不像话。这是为谁举办的国际比赛？真的搞不太懂了。国外的很多观众也发表了相同的看法。RNG 基地里面没有裁判，比赛过程中也没有镜头，觉得非常不公平。简单来说，这些观众包括 Flame 认为 RNG 战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会占据巨大优势，甚至有可能出现作弊比赛的行为。因为没人看着 RNG 的选手，谁知道 RNG 在基地里面会做些什么？现在的情况是很多观众都不信任 RNG， 认为 RNG 会干出一些违反比赛公平竞技性的行为。关于这点，阿博也不做出偏袒性和带有倾向性的回答。阿博认为拳头官方需要出面解释一下 RNG 为什么会以这样的环境进行比赛。首先 RNG 在 LPL 联赛打比赛的时候也是不开摄像头的，季后赛线上比赛大家都不开摄像头，季后赛4强比赛曾经有2次延期，原因是裁判去不了，解说也出不了门。之后 LPL 选择远程的方式对战队进行监测。当时 LPL 的比赛之所以没有选手镜头，是因为网络原因，开了摄像头网络会出现波动，游戏和比赛环境会受到影响。然后是关于佩戴耳机的问题，国际性比赛选择佩戴头戴式耳机，消除外界噪音，制造白噪音，是为了避免受到观众的影响或者听到对方战队的沟通。而 RNG 战队身在基地，不需要这种消除噪音或者白噪音，这是作为 LPL 观众给外界做出的解释。这里同样需要拳头给出公平性的解释，因为外界不愿意相信 LPL， 需要拳头来做这个事情。欧美赛区的观众也有质疑这个情况的，但是更多的观众是将注意力放在了比赛内容上，并有观众嘲讽 LCK 粉丝屁事多。RNG 打个 IW 意思还需要作弊吗？ LPL 观众看到 RNG 各种里外不是人，被人喷之后进行了反击，质疑 MSI 现场的环境也不公平，因为观众可以看到选手的屏幕。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MSI 主场的基本都是韩国观众，能看到对手的屏幕，也就存在爆点可能。本次比赛中对战的2支队伍是面对面坐着，中间距离很小，选手后面就是观众席。正常举办场地是观众能看到比赛实时直播的大屏幕，看到选手屏幕就有可能出现爆点行为。 LPL 观众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击了一波。有观众会问，选手不是都戴着隔音耳机吗？还能听到观众说话爆点？实际上在其他的电竞项目，典型例子为 CSGO 的比赛中，就曾经常性的出现观众爆点的情况。主场观众数量最多，所以肯定主场队伍更有利。这时候还会有观众问，如果出现爆点的话，大庭广众不怕被人发现举报，现场观众和主办方因此蒙羞吗？
事实上，这个事情的关键点其实不是现场观众能看到选手屏幕是否会存在爆点行为上，而是这个只是 LPL 观众用来反击那些不信任安安季战队的 LCK 粉丝的一个手段。因为 LCK 的很多观众不信任安安季战队，认为安安季战队会存在作弊行为，那 LPL 这边也没有必要信任 LCK 那边的举办场馆。LCK 观众需要安安季或者拳头做出解释，那 LPL 观众自然也可以让 LCK 或者拳头解释一下场馆的设定问题。其实站在对立面的情况下，很多 LCK 粉丝对于安安季非常不满，相对应的 LPL 观众也自然会开始对 LCK 以及 MSI 做的不好的地方表示不满。从 T1 和安安季的首日表现来看，安安季状态更好一些， T1 的下路出现了一点小问题，不过问题不大。不过还是有大量的韩国网友纷纷吐槽起来了延迟的问题。在他们看来，35的延迟对于职业选手的影响是非常严重，尤其是那些具有操作的英雄，一丝一毫的延迟都有可能会影响整个团战的走向。有些英雄可以丝血完成极限反杀，但是在35延迟的情况下，可能操作是完全打不出来的。大量的 LPL 赛区玩家在得知了这些言论后，也是纷纷表示，现在 LCK 赛区的玩家已经开始为自己开脱了。如果 LPL 赛区拿到这一次冠军的话，他们肯定会说是 LCK 赛区送给 LPL 赛区的。毕竟这一次的延迟上线，主要就是帮助 LPL 能够正常的比赛。说的好像安安季战队不是顶着35的延迟在打比赛一样。所有的职业选手都是在同样的延迟下进行游戏的。LCK 赛区官方在很早的时候就宣布了这样一个新的规定。这么长的时间里，对于一名职业选手来说是绝对可以适应延迟的操作的。阿博认为增加35的延迟对于职业选手的影响确实非常的大，可能很多的普通玩家对于延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10延迟和35延迟在普通人眼中差距并不是很大，但是在职业选手的顶级反应中，0.1秒都有可能改变整个团战的走向。所以 LCK 赛区玩家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没有任何解决的方法。毕竟 LPL 赛区的参赛是拳头官方和 LCK 等多方协调之后做出的决定。最后阿博想说，对于此次节奏，其实欧美的很多观众看法能够更好的代表中立态度。其实仔细想想就知道，拳头既然是让安安季线上参赛了，肯定已经做好了幕后的准备。当然如果拳头或者安安季能出面解释一下更好，这样可以避免更多争议的发生。作为观众，也希望大家能真正的将注意力放在比赛本身，而不是场外的那些东西。